我今天就是再次费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为什么中国股市是一个大型共同犯罪现场，为什么我扮演了奥本海默的角色啊？为什么我有负罪感，并且我看到吴清在放氢弹的时候，如果我只是看见在广岛上空闪爆了一个小男孩原子弹、铀弹、钚弹，现在我看到了吴清和习近平两个人手把手的扔出来了一个氢弹，我的焦急。因为中国股市让我想起中国古代有这么一句名言，叫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窃钩者就要把他脑袋古代钱包挂在裤腰带上的有个钩，窃钩者就偷钱包的诛杀掉，窃国者为成诸侯。那这个规矩如果不改，中国这个国家就注定是一个潦草的国家，窃国大盗还在朝廷，那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是为国民的现代文明国家，它只能在这种封建轮回里边，愚民弱民的轮回里边，1000年又1000年的去蹉跎，与西方普世价值文明越来越远。现在就是啊，你要有钱的混蛋，那比混蛋本身还要可怕呀。你不怕流氓，你就怕流氓有文化，这就是流氓有钱，那不就更可怕了。所以我们讲，任何一场战争，只要它是个侵略的邪恶战争，战争涨到多少我才承认打脸了？它涨过1年我就承认打脸，涨过10年我切腹啊。那中国股市如果是一场战场的话啊，现在血淋淋的遍地都是尸体啊，你有没有承认啊？遍地都是尸体。炒股的人，炒股的中国老股民没赔的，就光这1星期涨回来的，能覆盖它成本的，我估计90%都不可能有啊！90%以上的股民是尸横遍野，在中国股市成立以来，要不然我们这些人的钱从哪挣来的呀？所以中国股市，它是这个战场上，它是有战争的战犯的，所有的战犯都要谢罪的，要么自杀，要么切腹。那作为战犯，给他惩罚了以后，战败国是要赔款的，就是你发动侵略战争，给别人造成死伤损失的，你是要赔偿人家的。你看日本2战之后，他给中国赔了不少钱，以无息贷款啊、援助的形式赔了很多钱，各个国家都要对战败国索赔。你中国股市，你造成了这么大的财产甚至生命损失，你凭什么不赔偿？如果这是一次善意的错误，那不用赔偿啊。就是比如说天灾，那你赔偿个屁呀？那保险公司赔就行了。天灾没有人有责任的。但是中国股市是天灾吗？我跟你们讲，为什么中国股市不是天灾，是人祸。第一，中国股市是人祸，必须有人赔偿，并且必须使中国股市的股票得到赔偿，而不是说无毛印钞、印钱撒币。这印钱撒币的赔偿效果和去非洲建飞机场和铁路是一样的，你看起来挺热闹，最后一点屁用都没有。你烂尾地，你在雄安修了从来没有人用的大火车站、大城，你撒的币还不够吗？你还要在 A 股撒出这么一个币来，你这是何其之糊涂！那为什么中国股市是一个大型犯罪现场？为什么它是有战犯和战争责任的呢？因为中国股市成立之初，它并不是向西学中用、洋为中用，做出一个真正的资本市场，而是朱镕基总理，朱镕基就是第一个战犯，就是朱镕基总理当时为了解决国企脱困问题，把国企的沉重的债务负担进行股份化，就是债转股。所以呢，他成立了中国股市，这是他终极的推动原因。什么狗屁，什么与西方接轨，那都是后来往上脸上贴的金。那最早的国家体改委的老干部都知道，设计股市的初衷就是为国企解困，为国企脱困，选择一个新路。
你不信问刘继鹏，你们只要能问着他，你看他说是不是这个原因。第一重要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没有民营企业。1990年中国股市出现的时候，中国没有大型民营企业能上市，没有，因为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1989年怎么就能出现上市公司级的民营企业呢？所以1990年99%的上市公司，甚至更高比例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就是党有企业，你承认吧？国有企业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企业，所有的国有企业，所有的中国共产党的企业都是与民争利的企业，你承认吗？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都是因为这块挣钱，这块垄断或者这块生产武器，他妈是权力保证，所以党要干，你不能干，你只能回种地或者当工人，当打螺丝钉。这些企业全是共产党的，所有的经济命脉都是共产党垄断的，从能源到军工到工业、轻工业，甚至到银行、保险，你能看到的1990年所有的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这样的企业上市之后，就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党产以高价卖给人民，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中国共产党的党产是怎么来的？我们倒根儿，你中国共产党的党产是这么一分钱一分钱像人家西方的这些苹果什么微软这样一点一点攒出来的吗？你不是，你是有个创始人弄了个摊子，干了3代之后干成上市公司了吧？你没有，你要么是抢来的，要么是苏联给你援建的，你的成本几乎是零。你他妈是抢来的，你当然是零了。你说你中国国有企业那些土地不是抢来的吗？那你告诉我，不是抢来的，你花什么钱买了？那这种企业上市之后，以10几块钱人民币、20几块钱人民币，甚至中国石油是以40几块钱人民币一股的价格卖给中国老百姓。我问你，这是不是一场战争？这是不是中石油以40多块钱价格卖给中国老百姓啊？是不是一场劫掠？它与我们教科书上写的英法战争之后，英国把你东西抢走有什么区别？有的唯一区别就是英国人抢的过程还讲点道理。这个股市抢中国股民48块钱抢你中石油的时候，连道理都不跟你讲，然后48块钱崩到4块8，崩掉的这44块钱谁负责？这是不是一场对于人民的赤裸裸的持续了25年的劫夺？你们告诉我是不是？你们但凡有点良知、有点头脑的，你们都能同意我的观点。中国股市的建立就是中国共产党以自己劫掠来的国有企业的股份，以10倍、20倍的高价，在上海、深圳兜售给中国股民的这样一次赤裸裸的抢劫行为。而且他抢完了之后，他把股票卖给股民之后，他还高价套现，他那些国有部分还减持，他还不分红。中国 A 股分红率是全世界最低的，你还不承认你是犯罪吗？那这种犯罪造成中国股民的损失和自杀，从1990年就有一个姓丁的上海人第一次自杀，白鸽股份自杀的，到现在自杀了多少，家破人亡了多少，是数不胜数。中国股市耗掉了多少财富，是不可枚举的天量。那你在复兴中国股市，在捡起中国股市，要把中国股市真正打造成一个健康向上的资本市场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先解决一下旧账的问题啊？你是不是应该先算一算，清算一下呀？你不能说啊，从今天起咱们就不算账了，咱们往后看，以前我把你锁到地下室，用铁链子锁着你，让你生了8个孩子，这个事儿以后都忘了吧。以后我们就要讲爱情，以后我们的家庭就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健康的家庭。他妈小花梅要是信，小花梅就是傻逼，他就该，就是现在骂我的股民就是小花梅，你们手里，你们骂我一定是手里拿了票，因为你们还在这样的层次上，你们的喜怒哀乐完全由他妈的 A 股的那张纸决定，
你被这帮孙子买了股票的，就天天想让股市涨，股市一涨你们就开心，股市一跌你们就伤心。只要是牛市，有人说是牛市，你们就赞美；有人说股市有危险，你们就辱骂。你们就是这点水平，我告诉你，你们的喜怒哀乐和你们的灵魂好恶，完全是由 A 股那个纸票决定了。如果你们踏空了，你们就特别想让老王和翟山鹰说那个，明天就是事实。我操，咱再跌死他，跌到100点才好呢，完全是这样。而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要在中国制造一个真正的基于爱情的家庭，就是真正的基于资本原理、金融原理的股市，健康内生的股市，这才是我的目的。如果他们没有弄成这个目的，他们胡来，我就要骂，而且我要指出你哪儿胡来了，你无情，你要切腹，为什么你要切腹？老习你要辞职，为什么你要辞职？因为老习你辞职就是对股市最大的利好，你明儿辞职，明儿股市就能涨到1万点去，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看出来，这他妈祸国殃民的只有一个人。你说你要连任，你要终身制，你说你那理由你完成了吗？你说你要打台湾，你打了吗？你哪年打呀？你是不是要到2034年才打呀？你倒是没打台湾，但是你在陕西修大坟，你在雄安修大城，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你在非洲抡圆了大撒币，所以你把中国老百姓关到家里边，关他妈快1年，你把上海都他妈关了3个月，你不是？我罄竹难书这个词不能用在你身上，因为你是皇上，你是当朝皇上。但是我觉得应该大家心里边都清楚吧。如果经济的根本是政治化，中国股市的根那就是一个人啊，那个这个我们不说是谁了。中国股市的根是一个人。我希望你也完成救赎的过程。你现在充分肯定了自己，我希望你在雄安面前能够彻底的否定自己。在疫情面前，你彻底否定自己，并且进入拿性教的这个状态，那我就把拿性教，护法大元神这个位置让给你，我操！所以这个事儿呢，中国股市向中国股民进行战争赔偿，这是必须的。这种赔偿不能是债务赔偿，你不能再玩这个什么中央银行用国债他妈的形式给他妈的商业银行放钱，然后商业银行再通过国有的手段进入沪深300和上证50指数股，然后往上拉指数，让老百姓跟着疯，结果就是那些指数股在涨，普通的小票它涨不起来。你这个还叫与民争利，你这就抄错了。我告诉你，正确的方法是把你的财政的直接的钱以基金的形式向每一个开户的股民派发现金，这个现金不能买东西，只能买沪深300股票，这是我的原方案。你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变化，但是前提是：第一，直接发；第二，只能买指数股，只能买蓝筹股，不能去买那些像我这种人，什么肖建华这种人炒作的那些什么所谓的鸡巴重组垃圾票去，那就完蛋了，中国股市就没有价值中枢了。价值中枢就是中国国民经济所依附的那300家到500家的大型企业，这里边有民营的，你比如说31啊，小米啊，它就是民营的，当然也有国有的啊，你比如说华为啊，华为是国有的吗？华为现在是不是 MBO 了？类似的吧，反正就这样啊。这个中石油啊这些啊，中国建设银行啊，中国农业银行这些龙头股 YYDS， 这是中国的经济发动机。这300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不能沉默，他们沉默了，中国就没有了，中国的财富就要毁于一旦。而他们高升，他们到15000点，中国股市就能夯实在15000点。但是这个过程不能有债务，不能有债务，不能有债务。我重要的话说3遍，因为当年李克强那个经济学冒号博士搞的，不是，他不是经济学博士，他是法学博士吧？李克强，什么克强经济学搞的那一轮牛市，就是2015、2016的那一轮牛市，就是用的债务开散、放杠杆，债务就要还。每次债务积累到一定数字，
它就会触发一个叫阀值那字儿就阀门的阀，你知道吧？不是玉啊，不要给我更改啊，就是它到那个数就要往反方向发展了，因为它是债务，是债就有周期要还，所以必须是基金的形式，必须是以股权的形式，而不能是以债权的形式。这是你吴清抄错了作业了，潘功胜你个大傻逼，你们两个应该排队去自杀去，你们误导皇帝。第二，重要的一点啊，目前还来得及。如果你们把第二点像我说的这样改，中国股市也能上1万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沪深300这个大型与民争利的国家企业，必须加强分红，必须强制分红，因为你是与民争利建的企业，你任何一个董事长、管理层都有理由和有义务给全体股东分红，而且这个分红率不能低于4%年化。就是差不多是同期贷款利息。为什么？这个原理在哪？这个世界上的股市有2种概念可以让这个股市长青，一种叫本梦比，一种叫本益比。任何一个股市，任何一只股票，它的价格能够坚挺，有人来买，都无外乎这2个条件 ：A 或者 B。或者 A 加 B。 本梦比是什么？本梦比就是我现在虽然不挣钱，但是我这个公司一旦牛逼大了，我将来不是挣钱的问题，我是改变世界的问题，这就叫梦。中国梦就是个本梦比的东西，梦是最值钱的。所以你能看到美国股市，尤其是纳斯达克硅谷是全球创新发明创造的发动机，高科技发动机，高科技类高技术企业，它依靠的是本梦比。本梦比下的企业，你可以不分红，因为你不挣钱，你没有现金流，你没有正向现金流，你是花钱的状态。但是你中国要有逼数，中国就没有本梦比的基础，这大家同意吧？为什么？中国是一个自由发挥、自由创造的国土吗？一个独裁政府，连导演都不能随心所欲的去写剧本、拍电影，你还指望这个企业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梦打造他的高科技产品？你他妈的幼稚到什么程度？幼儿园你都得肄业，你才能相信中国能造成本梦比的企业来。中国只能造出一种高科技企业，到目前为止成功，并且只能这一种成功，就是超美国的。硅谷有什么了？我就照抄一个，通过我的关税壁垒以及非关税壁垒，我在中国实现相对的垄断。你告诉我，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有一个不是超美国的吗？你只说一个，说老王这高科技绝逼是中国干的啊，就没有美国什么事儿。你别告诉我华为啊，你个傻逼！你别告诉小米啊，小米和华为是最能抄的，那他妈的抄的都没有下限了。所以中国没有本梦比的企业，就只剩下本益比。本益比是什么呢？收益的益，就是说我这个股票如果10块钱，我每年能赚1块钱，税后利润能赚出1块钱来。我这个公司的股东差不多10年就能回本，对不对？一年，我赚10年，我就赚出10块钱，这股票是10块钱一股啊，这就叫本益比。这个本益比有个术语叫 PE， 就是市盈率，市盈率等于10，就是10块钱一股，每年利润有1块钱，这就叫市盈率等于10，本益比 PE。中国的公司必须超过本益比，就是沪深300强制超过本益比4%啊，本益比25倍，这是你一个管制企业的管理团队的基础要求，就是60分。为什么？你都他妈是中国石油了，你还干不出25 PE， 要不然让私人干吧。你不行你就让私人来干，他们总行吗？你他妈中国建设银行你干不出25倍市盈率的企业来，
那中国建设银行现在不止吧，8倍市盈率、10倍市盈率，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能，因为没人跟你竞争啊，操，都是你们自己人在竞争啊，老百姓他也不让干呀。所以中国的这样的本益比为首的国家，输出血汗劳动力、农民工产品，中低端中国制造业席卷全球，这样的经济模式，至少在20年内是以本益比为主。不要跟我讲本梦比，讲本梦比的人都是大忽悠，都他妈是骗国家钱的，就是只有李克强才相信全民创新、万众创业，那都是书生，一屋不能扫而扫天下的人。所以中国的沪深300公司必须保持强制分红4%以上，也就是说保持在 PE 25倍，能正向循环。这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要强调分红呢？就是给中国股市找一个锚。你不是无毛印钞刺激起来的吗？但是中国股市必须有一个价值中枢，这个价值中枢就是25年我被套，我一定能通过分红拿回来我的本钱。中国老百姓就敢买股票了。比如说我明天买了中国建设银行，我套住了，我25块钱一股买了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炒到25了，那到1万点了嘛，这炒到25了，哗，套住我了，跌到15了，我不看了。为什么我不看了？因为建行每年给我分1块钱的现金分红，1块钱现金分红。那我捏指一算，我就等于把这25块钱存银行了，25年，我的本能拿回来，每年4%的年化收益给我了，我不看了总行了吧？所以这样就没有人卖股票，即使跌了也不卖了，即使套牢了也不割肉了，这使得中国股市的存量股票涌入市场割肉逃离的可能性为零。大家实在不行就收分红，熬着，总有解放军来解放的那一天。这就是分红的在本益比为主的国家股市中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性。你不要处处跟美国比，你算个鸡巴毛，你心里没逼数。你跟硅谷能比吗？硅谷多自由啊，世界最好的大学在那边，世界最聪明的大脑也在那边，然后几乎没有什么鸡巴中国共产党啊，什么中宣部啊，什么学习软件没有，那些人都是自由创造，以事实实事求是为主的地方，所以他才有可能搞出本益比，搞出特斯拉呀，搞出 SpaceX 这样的企业。你中国你就好好抄吧，你就。所以中国必须要强调本益比，而本益比必须强调分红。你想中国股市锚定在1万点以上，甚至2万点、3万点，就必须让中国的老百姓、股民有一个基础，心里边有一根弦，就是大不了老子回家躺平，我的股票每年能给我拿回4%的收益。我虽然发不了大财，但是4%也足够我吃喝了，我就挺着吧，为国站岗吧。喜马拉雅山又何惧哉？我套到喜马拉雅山又何惧哉？因为迟早会上新高，4%足够我吃饭了。如果你们按我算的，每个股民，我不是给大家按过计算器，我给他们算过账吗？每个成熟的股民，每个股民对应沪深300的指数股，每个股民给他发30万人民币的话，30万人民币4%是多少？股票的4%，一年分多少？对不对？就是这么来的。30万人民币是不是1万2？一个月1000人民币，我回家吃国家给我发的皇粮、铁杆庄稼，一个月有1000，这个不比你他妈什么生个孩子给800强太多了吗？这是铁杆庄稼，这300个股票 YYDS 它还能跌，它还能黄。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他们还能黄。招商银行黄换人，中组部干嘛的？所以这个事儿才是你必须跟上的政策。如果你跟不上这个政策，就说明你总理无能，这个皇帝去谢罪吧。
你这都不懂，你还他妈治国理政，理个鸡巴毛啊理！你只能烙大饼，你炒到1万点一定会跌下来，跌得惨不忍睹。因为我干的那个股市牛市持续了1年半，从1800干到6000，我已经觉得自己他妈极其有负罪感了。因为从6000杀到1800的时候，杀死养套杀了无数人。你们现在是从他妈的2800干到，比如说你们能干到6000点的话，你们在这个过程中造孽了。所以你们必须要把后续的改革措施跟上加强，不能躺在目前的这点小牛市上乐此不疲，还觉得自己就能牛逼了。我操，那都是鼠目寸光的股民才觉得你们牛逼了，那都是上海外滩那个爷叔才觉得你牛逼了。因为爷叔这一辈子炒股混在那儿，在公园扇着扇子跟人吹牛逼，那他能是个什么高水平的人啊？他但凡水平高那么一点，这岁数赶上中国股市全过程成长，而且他是上海人，他但凡有点水平，他也是劳斯莱斯都他妈开腻了呀。他他妈骑个电动车在那扇扇子，你信他14600点，什么6194点，你信他？他他妈疯了，他是个疯子。那货是一个犯禁，我操，中举中疯了，我操，想中举。所以这个中国股市真正的改革措施，就是第一，发钱（括弧不能是债权啊，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事儿，说3遍，不能是债权，不能是债权，不能是债权）。第二，强制分红，强制分红，强制分红，就这么简单。那么没有什么深不可测的科学原理，科学原理都他妈是真正的公理，就是一句话能讲清楚的。讲不清楚就是他自己没弄明白，抓不出轻重缓急来，他才讲不清楚，越讲越长。所以这么玩，撒币就是不分红，不强调业绩，不抓人，鼓励造假，鼓励套现，这么搞 A 股。你们觉得能到1万点吗？你们自己扪心自问，我这个牛市1年半，他能到半年吗？他这个牛市昨天香港股市就开始松动了。但是你们不要说，哎呀，香港股市松动，香港股市是一些短期套利盘在回吐夯实利润。那说11之后是不是中国股市要跌？不会的，为什么？这一点你们要对中国傻逼的浓度有信心。中国的傻逼太多了，就是11之后他们刚反应过来，刚杀入股市，所以11之后中国股市不会跌的，没那么快。他扔进去几千个亿，疯逼傻逼都来了。他一定会在一次大喧闹中崩盘，现在大喧闹还没开始呢。所以整个中国 A 股就是按他们这个打法的话，毫不怀疑，第一会有一次喧闹的牛市，然后就是最后一次牛市。这次牛市是中国股市最后一次赚钱的机会，这就是事实。如果他们不把这个改革措施跟到位，就是证监会带枪什么分红这些东西不统一不跟到位，此次 A 股牛市是中国 A 股最后一次牛市，之后不会再有甚至都可能不会再有股市了。这就是烂尾啊！拜拜，依依不舍，拜拜。